一支冒着金光的弓箭射向天空，竟然把天都给射穿了。爆炸的一刻，空气开始不停翻涌，甚至附近的空间都被撕裂。下一刻，空间开始变得极度不稳定，造成大量伤亡，无数人被卷进可怕的空间虫洞，整片区域陷入无尽的循环。就在几分钟前，一向善良的精灵竟然对人类发动了战争，甚至开启了一道能暂停时间的屏障，封住了人类的去路。接着，一群精灵族人很快就包围这里，他们把武器对准了人类。原来就在不久前，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男人窃取了精灵族人的神器，眼看战争一触即发，没想到白毛老黑无比强悍，很快就解决掉了全副武装的精灵。其实这是善良的精灵族放水了，他们可是拥有无上魔法的种族，千百年来他们生活在地心深处，这座科技文明高度发达的地下城就是精灵族的居住地。一直以来，精灵、矮人和哥布林和谐共处，他们维护地球安定长达数万年，可以说是人类的秘密保护神。可当下精灵族的魔法能源阿克勒斯神器却意外失窃，这对于精灵来说就好比人类失去了太阳一样。而偷窃神器的嫌疑人指向了男主阿特的父亲，他是最了解地下城的人类，近乎狂热地搜集了关于精灵族的所有资料。他穷其一生都想要寻找这个古老的种族，但就在这天，阿特却收到了父亲离奇失踪的消息。紧接着他接到了一通电话，原来是地下城的反叛者绑走了父亲，对方要求阿特交出神器，可12岁的阿特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神器，事态紧急，只好先暂时答应下来。阿特通过翻阅父亲留下来的资料，他逐渐开始相信这个世界真的有个异世界。阿特明白最快的办法就是抓一只活的精灵来询问神器的下落，于是他安排自己的管家老黑开始行动，没日没夜地蹲守在父亲曾看到过精灵的地方。而此时的地下城已经乱作一团，由于丢失了神器，之前维系好的平衡已经被打破，并且和地表连通的结界也开始松动，一些狂暴的可怕怪物将很快出现在人类世界。精灵阿珍接到任务，负责阻止这类事情的发生。而此时，一只巨魔早已出现在大街上，看看这一双几十年没洗过的大脚，再抬头一看，正是一只几十米高的巨魔。这个小女孩就是他的盘中餐。危急时刻，阿珍赶到锁定了她。巨魔受到惊吓，嘶吼着朝人群冲去，向弱小的人类发泄着愤怒。眼看局面开始失控，这时一枚时间胶囊发射，就在阿珍和巨魔缠斗时，胶囊触发了时间冻结，时间凝固在这一刻。随后更多的精灵到达现场，他们逐一给人类抹除记忆，在拖走巨魔的一瞬间冻结解除，刚才那可怕的一幕也仿佛没发生一样。任务完成后，精灵们开始返回地下城复命，而阿珍对人间有着极大的好奇心，她不顾命令来到了野外，没想到正好中了阿特的埋伏。等她再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被囚禁在笼子里。听着对方的激将法，阿珍破防了。如果精灵的身份被公之于众，那无疑是灭顶之灾。可阿特压根就没那么想，他要的只是神器的下落。另一边的指挥官可不敢大意，连忙调遣大量士兵出动，发动时间结界来包围阿特。谁成想阿特和管家也不是吃素的，直接一箭射穿了时间胶囊，双方一时间僵持不下。指挥官只好亲自出面谈判。阿特要求对方交出神器，否则就曝光精灵族的存在。指挥官自知理亏，而且时间屏障也支撑不了多久，无奈只好找来一个矮人。矮人族是天生的窃贼，挖洞更是一把好手。只见这个矮人拉开口袋一般的大嘴，对着地面猛扎进去，一顿狂挖，很快就闯入庄园的内部。一切就像注定一样，矮人被阿特父亲的画像吸引，无意间发现了保险箱。这时矮人职业病又犯了，看到保险箱就跃跃欲试，仅用鼻毛就打开了锁，却没想到保险箱里的东西是一件无上神器。然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这一切正是阿特的计划。他笃定神器一定就藏在这里，如今看来果然没错。此时反叛者安插的间谍也得知了这一消息，他率兵夺权，很快就控制了指挥官，接着下令攻破庄园，不顾一切要夺回神器，同时还搞来了一个大家伙。只见一辆飞船缓缓降落，上面赫然载着一只巨魔，精灵们把它绑得严严实实，因为这可是极度危险的存在。随着束缚解开，巨魔被发射进房子，这下惹得巨魔更加狂躁，他横冲直撞，凶猛无比，随手就摧毁周边的一切。体型瘦小的几人根本就招架不住，矮人见势不妙，连忙先把神器吞进肚子，可这并没有阻挡巨魔的脚步，枪支弹药对他丝毫不起作用。巨魔抓起阿特就要饱餐一顿，危急时刻阿珍晃动吊顶，猛地撞翻巨魔，几人接连逃脱。巨魔高高跃起，直接抓上吊顶，可这脆弱的吊顶哪承受得住巨魔的重量，坚持不到几秒就轰然断裂，连带着巨魔重重砸在地上。为救阿特，管家被压了个正着，这一下要了管家的命。幸运的是阿珍可是精灵族人，他催动魔法成功将管家复活，但这一切还没有结束。此时外面的时间屏障即将崩溃，恐怖的时间裂缝将会吞噬一切，精灵们纷纷四散而逃，只有善良的阿珍留在原地拯救人类。这时胶囊终于撑不住了，时间在此刻彻底崩塌，所有发生的一切开始回溯重置，同时掉入无限循环的裂缝。而这一切也是阿特的计划，在无人打扰的情况下，他终于可以使用神器救回自己的父亲。只见阿珍催动神器，顷刻之间空间变得流光溢彩，神器的能量修复了错乱的时空，成功带回了阿特的父亲。最终阿珍带着神器回地下城复命，也顺利获得了族人的尊重，世界再次回归平静。从地心高科技精灵城到熔岩升降机、时空扭曲漩涡，以及大脚巨魔和挖洞的巨树矮人，
再到机甲翅膀的精灵士兵，无论是哪个元素，都让人眼前一亮，不得不赞叹编剧天马行空的想象力。关于抓走父亲的反叛者的身份，影片最后并无交代，这也给续集埋下一个大大的伏笔。由此看来，续集同样值得期待。